我没死，我竟然回到了吉吉里这天，崔玉成给我下药毁我清白的那一天。小姐，你怎么还不进去？二公子已经进去了，再晚些就有人过来了。刘月，前世我待你如亲姐妹，你却是我未婚夫外室的亲妹妹，亲手递给我那杯毒酒，这一世，我要让你们自食恶果。我刚刚私事瞧见了母亲在寻我，刘月，你先去前边应付母亲，我相信你定能帮我守好门的，对吧？小姐放心，奴婢定不让旁人坏了您和二公子的好事。上一世我一步踏进去，输了一生，害沈家成了满京笑柄。沈家女儿竟这般不知羞，还未过门就爬了二公子的床。丞相府的脸，今日算是丢尽了。玉成，你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。林心，事已至此，别再闹了。这一世，我偏不进这道门。父亲要的是崔家的姻亲，不是崔玉成这个人。崔家可不是只有一位公子。崔思云，崔玉成的长兄，人人都说他是冷面阎王，可前世只有他曾问过我一句：你若有冤，我可替你平。兄长，帮帮我好不好？兄长，发生了何事？我不知误食了什么，像是中了药，有人要害我。来人，去将二弟唤来。不要，不能叫他来。我如今这副样子，若叫旁人看见，丢的不只是我的脸面，也是沈家和崔家的脸面。兄长，求你帮我一次。认真。坐好。大公子，国公爷和沈相都在找二小姐。盯着，切勿声张。我亲眼瞧见了，二小姐分明进了二公子的屋里，哥现在哭响都不行吗？只能比将还的代言们给关成了。前世那场抓奸戏，终于还是开演了。二公子既在里头，沈二小姐若也在里头，便请一道出来。今日两家正商议婚期，有什么话，难道不能当着长辈的面说？不能开，夫人不能开啊！我家小姐身体不适，好不容易才歇下，若这会儿闯进去，二小姐的清白名声可就全完了。刘月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不能开？莫不是沈家二小姐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怕被人撞破不成？国公夫人，心儿人都没见着，您这话未免太重了。我也是替她着想，姑娘家一时糊涂，做错了事，只管遮着，将来嫁进崔家，难道还能由着她坏规矩？总该趁长辈都在，把事情说清楚。门未开，人未见，求您给我家小姐留条活路吧。若当真是沈二小姐自己进了暖玉阁，这门婚事只怕也要变味。伯母这是要将我带回何处？你怎么从外头来？方才席间看见这株花开得好，我想着母亲喜欢，便去外院取来，想摆回院里。哪知一回来，就见伯母带着这么多人围在二广子院外。若说我身体不适，怎么不请府医，反倒惊动满院宾客。国公夫人方才不是一口咬定杏儿在里头吗？如今人就在这儿，您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？我也是听下人来报，说二小姐往这边来了，这才担心出事。担心出事？房门未开，人也未见，伯母便先带着满院宾客来堵门，再有我的婢女哭着喊着，说我清白尽毁。若今日我晚来一步，只怕这顶脏帽子已经扣到我头上了。还是说，崔家平日处置姑娘家的名声，都是靠这样门未开，人未见，先把脏水泼出去，再等人自己认命。今日商议婚期，本是两家喜事，若有人想借着喜事坏我沈家女儿清白，这婚期也不必急着议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宁心，你没事吧？二公子觉得我该有什么事？小姐，奴婢明明见您身子不舒服，还说要来寻二公子，您如今怎么会从外头进来？您别硬撑着，您若出了什么事，奴婢怎么向夫人交代？
小姐方才明明误食了脏药，难受成那样。若不是二公子相助，那毒是谁替您解的？贱婢，你胡说什么？奴婢不敢胡说。小姐饮了酒后便不对劲，浑身发热，连站都站不稳。她说要来寻二公子，奴婢才扶她过来的。如今她既不在暖玉阁里，那总该有个人替她解了药才是。谁给你的胆子，让你在国公府里当着两家长辈的面张口闭口误我尸身？刘月小姐，奴婢……你什么？你口口声声说我入食了药，又口口声声说我来寻二公子。刘月，我倒要问问你，那种下三滥的脏药是谁叫你送到我跟前的？还是说崔国公府竟敢在春日宴上给沈家的姑娘下药，再借着一扇没开的门，一屋没见着的人，逼我认下这桩尸身局？沈姑娘，伯母急什么？方才不是还说是怕我坏了规矩，想替崔家管束未来儿媳吗？如今我倒想知道是谁先坏了规矩，是谁先要把两家都拖成笑柄。这丫头平日见了二公子便跟失了魂似的，今日又这样拼命把我往暖玉阁里推，她究竟是忠心护主，还是得了谁的吩咐，要拿我的清白替人铺路？迎新，我并不知。你不知？二公子方才一开口，先问我有没有事。如今陆月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你却只会站在这里说一句你不知。父亲，女儿今日受此奇耻，不愿让沈家蒙受，更不愿不明不白背下这桩污名，求父亲准女儿验身，自证清白。还有这门亲事，女儿今日才明白，若婚事未成，便已有人能借着她来践踏我的名声。若真嫁进崔家，希儿只怕我连喊冤的地方都没有。如此夫婿不堪为配，求父亲收回婚约，让两家婚事作罢。这怎么行？不过是个不懂事的丫头胡言乱语，怎能就牵扯到婚约上？贱婢，来人，把她的嘴堵上！为了二公子，奴婢不是，奴婢是为了……还不拖下去！迎新，此事有误会，刘月不过是个丫头，她的话当不得真。你先起来，好不好？误会不误会，二公子自己心里明白。今日之事，先查清楚。心儿既要自证，便依他。至于婚约，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，暂且搁。不错，谁也别想趁着没查明白，再往我女儿头上压半个字。蠢东西！春日宴上，众目睽睽，你竟把事情闹成这样！沈家如今抓着婚约不放口，你还想怎么收场？父亲，此事原本不会失手，定是刘月那贱婢慌了神，才把话说乱。到现在你还推给一个丫头，你有本就不该让沈迎新从暖玉阁外头走回来，更不该让她当众喊出验身和婚约作罢。他只是一时气头上，迎新这些年什么性子，母亲最清楚。等我登门赔个不是，再把柳氏那边先按下去，他总会体谅我的难处。思义，你回来了。二弟的手段还是低劣了许多。大哥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你？你想做什么，我就做了什么。大哥，她是我的未婚妻。现在未必还是。你若真把她当未婚妻，
就不会用这种下属法子，把沈家和崔家的脸一起踩进泥里。我不过是想什么？想毁他清白，再逼他认命，还是想一边娶沈家女，一边舍不下外头那个人？够了，给我跪下！明日若去赔礼，记得把你那点妄念也一并收干净。心儿，昨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跟母亲说实话。崔玉晨想坏我的清白，这一点女儿已经能肯定。他真敢！他不只敢，还早有盘算。刘月是替他递刀的人，至于他为何这么做，无非是外头早就有人了，他舍不下那个人，又舍不得沈家的助力，才想出这种法子。我就知道刘月那贱婢嘴里没一句干净话，可婚约牵着两家体面，你父亲那里……母亲不必急着替他们收拾烂摊子，婚约能不能断，总得先把崔玉成外头那条线拽出来。刘月还活着，就说明崔家和咱们家都舍不得让他这么快死。你想顺着刘月往下查？是，他要死也得死得有价值。他姐姐，他背后的人把婚约稳住稳，再慢慢收拾到底外头打的什么说清楚。如今看来，是我把他们想得太体面了。刘月被关在哪儿？在偏院柴房里，2个粗使婆子看着。你问他做什么？先别急着审，等崔家上门赔礼，等他们把该摆的姿态摆足了，再把刘月带出来，才更好看。把那只白玉小狮子取来，再备车，我要出门。小姐，您这是要去哪里？去送个谢礼。昨日若不是有人伸手，我现在未必还能站在这里。谢总要谢，只是不能张扬。母亲放心，迎新心软，只要我肯低头，他不会真把我逼死。最好如此。你今日若还收不住心，国公府也保不住你。待会儿见了沈夫人，你给我把姿态放低些，先认错，再赔礼。至于柳氏那边，这几日不准你再见。母亲，柳氏她什么她？一个外头养着的女人，知道你把婚约和前程都搭进去。你给我记清楚，只有娶了沈迎新，沈家这层地才算落到你手里，否则你拿什么和崔思运争？夫人请国公夫人和二公子先去前厅等着，二小姐一早便出门了，不在府里。出门了？她去哪儿了？小的只是下人，不敢打听主子行踪。夫人稍后便到。母亲，迎新是不是还在捅我肚脐？这会儿知道慌了。劳烦通传一声，我来给崔大人送件谢礼。是。还真是他。昨日不是还在说谁替他解的药吗？闭嘴吧你！不过这礼都送到门口了，咱们崔大人怕是真要有好事了。你又闹什么？我闹？门口那位可比我会闹。沈二小亲自来了，还带着礼，外袍兄弟们都快把脖子伸断了。就想瞧瞧崔大人那手背上的牙印，是不是要换成心上人的谢礼了？我这不是替你高兴吗？昨日你把人救了，今日人家就知道投桃报李。看来咱们大理寺这道门，往后也不是谁都进不得了。昨日多谢兄承相助，我不好空手谢人，便挑了个小屋子送来，东西不贵重，只图个心意。多谢。谢礼送到，我便先回去了。等等，往后你若再来，不必在门口候着，守卫不会拦你，直接带来见我。好，那我记下了。崔大人，连门都给人开了，还不许旁人说你有好事将近？再多说一句，这个月降尊都归你。国公夫人今日带这么多东西来，是怕旁人不知道崔家做了亏心事。昨日之事是府中下人失了分寸，连累心儿受惊。我今日特地带预言来赔罪，还望夫人宽宽心。迎新，昨日之事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没护住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今日……二公子有话，坐下说吧。离得太近，旁人瞧见不好。心儿，你别多想，玉玉她是真心来赔罪的，这些礼也是崔家的一点心意。心意，若真有心，昨日就不会先逼我女儿认下污名，今日更不会抬着香笼来遮丑。迎新，我知道你还在恼我，可昨日刘月那贱婢口无遮拦，我已命人严加看管，他说的话不能当真。至于外头那些流言，我也会一一替你压下去。
压下去。二公子倒是会说，昨日是你们崔家把人围到暖玉阁外，今日又是你来告诉我会替我压流言，好话坏话都让你们说尽了，我是不是还得谢你一声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行了，昨日你们急着堵刘月的嘴，今日又急着来相府赔礼，遮遮掩使的戏演够了，就别绕圈子了。去，把刘月带上来。哭也哭过了，闹也闹过了，现在当着两家人的面儿，把你昨日没说完的话说清楚。一个吃里扒外的丫头，也值得这么大阵仗？她嘴里没几句真话，若不是她胡乱嚷嚷，昨日暖玉阁外也不至于闹得那样难看。胡乱嚷嚷，她若真是胡乱嚷嚷，你们崔家今日又何必抬这么多礼香来遮丑？我方才已经说了，外头那个人不过是个勾人的贱人，玉珍一时心软，才叫他钻了空子。回去以后，我自然会把人发卖出去，断不会让他污了两家婚约。伯母这话，倒像是昨日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若只是个外头勾人的，何至于让二公子连婚约都顾不上，也要护着他？宁心，昨日是我不好，没把下人约束好，才叫你受了委屈。可柳氏的事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他只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待他好些，不过是因为欠他一条命。救命恩人？是，先前我在外头办事时受过伤，若不是他照料，只怕早出事了。我念着这份恩情，这才多看过他几分，并无别的愉悦。昨日刘月说的话，全是他自己胡猜。既是救命，那他是如何救你的？是替你请医抓药，还是替你包扎伤口？二公子既口口声声说无愧于我，总该把这桩恩情说得明白些，也好叫伯母和我母亲都安心。那时我伤得急，身边又没旁人，是他替我裹了伤，又守了我一夜。迎心，我没有对不起你，婚约是两家的，心意也是你的，我从没想过不要你。柳氏无依无靠，我不过是想给他一条活路。你若恼我，我认，可你别因为一个外人，就同我生分成这样。没有对不起我，二公子既这样重恩情，那这事反倒简单了。你既说他只是恩人，不如替他另寻一门好亲，再添些嫁妆，好好把人送出去，这样既全了你的报恩之心，也全了我与沈家的体面，岂不是两全？不行！为何不行？我是说，他如今身子弱，又在外头没个依靠，仓促嫁人，未必什么？未必活得下去，还是未必舍得下去？二公子方才还说只把他当救命恩人，既是恩人，另则好人家风风光光出门，本该是好归宿。你这样一口回绝，倒叫我听不懂了。还是说，在二公子心里，他根本不是能另嫁旁人的外人？心儿，你别多想，玉莹只是心软，一时说错了话。她待你如何，这些年你最清楚。至于那个柳氏，我回去就处置，绝不让她再碍你的眼。既然二公子舍不得，国公夫人又处置不明白，那这婚约便先不必提了。沈夫人，这话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谁图你闹着玩？我沈家的姑娘，不是拿去给人一边占着婚约，一边护着外头人的。你们家若真觉得一个柳氏比我女儿，比两家体面都要紧，那这门亲事你还让得起？去，把他们带来的东西原封不动抬出去，一件也别留。二公子既说没有对不起我，那便先把你自己都舍不得放的人处置明白了，再来谈婚约吧。废物，沈家都把礼退回来了，你还跪在那儿说不出一句有用的话，一个外头女人竟把你拖成这样！父亲，柳氏不能动，她若出事，她出事如何？不出事又如何？你如今最该怕的是沈家真把婚约断了。儿子愿去再求，可柳氏确实救过我，我不能眼看着她死。你不能眼看着她死，就能眼看着崔家失尽体面。来人，把那个女人拖出去，打死柳氏！父亲，您若真要动她，便连儿子一起打。你疯了不成？沈家退礼，
未必是不愿同崔家结亲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崔家不止一个公子。思印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沈二姑娘性子柔，胆子也小，哪经得住你那样的脾气？何况她自小和御前一道长大，外头都知道这门旧婚约。怎么会在你这里？父亲若真想顾大局，就该明白，沈家不肯再忍的不是崔家的门第，是二弟这副既想要婚约又舍不得外头人的贪心。可思韵到底太凶了些，沈二姑娘那样的性子哪里受得住？她受不住谁，沈家自会判断。母亲倒是很忙。都给我收起那些见不得人的心思，眼下先把柳氏看住，再想法子稳住沈家，旁的谁也不许擅作主张。二姐姐，我也要进宫看大姐姐。宫里哪是你想去就去的地方？我就远远看一眼，给大姐姐送个小泥人也不行吗？宫里规矩多，等下回姐姐回来，你再亲手送给她。今日若真带你进去，只怕还没见着人，你就先被那些规矩吓哭了。那你替我告诉大姐姐，我想她。好。母亲，心儿，过来坐。我昨夜就听见风声了，崔家如今怎么说？一个靠沈家婚约抬身价的崔家二少爷，竟也敢把主意打到我妹妹头上。母亲不必忍，崔家若自己处置不了个外头人，本宫替他们处置。崔玉妍若还敢拿什么恩情、体面来糊弄，也只管让他来永宁宫回话。母亲别怕，我在宫里撑得住。可有一桩事，我不能不先同你们说。我要身孕了。这是喜事。喜事未必真是喜事，这孩子被人盯上了，太医院里有些手伸得太长，我如今谁也不敢全信。姐姐是说有人想害你？宫里人多眼杂，有些名字不能在这里提。沈家在宫外手伸不进来，便是母亲进宫，也只能陪我坐一坐，说几句话。可崔家不一样，崔家更准确些，是崔思印。他长大理寺，宫外走动方便，手里又有能办实事的人。你们若同崔家彻底撕死了，我这里反倒断一条活路。心儿，姐姐不是要你委屈自己，你若真不愿要崔玉婵，姐姐比谁都赞成。可这门婚约怎么断，往哪里转？你得比从前更稳些。姐姐放心，你的话我记住了。这不是沈夫人和沈二姑娘吗？本宫方才还在想，永宁宫今日好生热闹，原来是娘家人都进宫来了。早就听说沈二姑娘与崔家二公子青梅竹马，婚约将成，怎么如今倒惊动了淑妃妹妹，连娘家人都要入宫来替你撑腰？娘娘说笑了，臣女只是随母亲进宫探望长姐，不敢惊动旁人。探望自然是该探望的，只是宫里耳目多，外头的风声一吹进来，便什么都瞒不住了。淑妃妹妹身子金贵，沈夫人往后还是多替她想想，别叫一些不清不楚的婚事扰了她养胎。贤妃娘娘，崔大人今日也进宫，奉命入宫回话。宫道狭窄，娘娘若再停着，恐怕后头的车马都过不去了。夫人，我家大人请沈二小姐稍后片刻，有几句话要问。母亲先去宫门外等你，你同崔大人说话，自己留神些。女儿知道。沈二小姐还不上来？今日怎么不叫兄长了？方才公道上人多，我怕。怕什么？怕旁人听见，还是怕叫了这一声，便同我牵扯得更深？礼物我很喜欢，
兄长，你再帮我一回，好不好？你可知你如今求的是谁？我是崔玉言的兄长，按名分，你还是二弟未过门的妻子。你在公道上才被人拿婚约敲打，转头便上了我的马车来求我替你办事。沈林星，你想清楚了？他如何待我，兄长不是看得很清楚吗？若我还信他，今日就不会坐在这里。说清楚，你要求我什么？我想请兄长替我长姐寻个可靠的太医。永宁宫那边出了变故，长姐不肯细说，她只说太医院里有些人不可信，宫里宫外都有人盯着，母亲能进宫看她，却护不住她用药。崔家眼下虽然乱，可兄长手里有人，宫外也有人脉，只有你出手，这件事才不会惊动旁人。我不敢再去求崔玉晨，更不敢拿长姐和孩子去赌他的良心。太医我可以替你找，人会从外头走，不经沈家明面，也不会让永宁宫那边露痕迹。不过我也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过几日百花宴，出的赏办，我要你亲手绣个荷包。过几日百花宴，当做谢礼。花沼百花宴，人人配花。沈家和崔家的风声如今都在外头，我若替你办了事，赴宴时总不好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我给兄长绣。既应了，就别反悔。不会。沈林星，你既来求我，那这条路便别再半途退回去。小姐，当真要绣给崔大人？不然呢？求人办事，总要拿得出谢礼。可小姐绣的是院礼，百花宴本就要配花，既然要送，就送个人人看得见。那崔二公子那边若看见了，看见才好。银仙，二公子，你这些日子一直不肯回我消息，我有话同你说。这里是长乐殿，二公子若有话，不妨等宴散后再说。你还要同我闹到什么时候？往年百花宴你都会给我绣荷包，今年的呢？二公子忘了吗？我是沈家二小姐，不是你的绣娘。迎新，你真要把事情做绝？你到底想怎样？婚约还没退，你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同我撕破脸？放手！婚约既未退，便更该守规矩。二公子若还想替自己留几分体面，就别在长乐殿前拉拉扯扯，叫人看笑话。沈家二姑娘，进前来。你今日戴的这朵鸢尾，倒很衬你。谢殿下夸赞。本宫方才还说这花色少见，没想到今日倒有人同你撞了意去。思夜，你这荷包倒精巧，本宫从前怎么没见你配过这种花样？一点小东西，也值得殿下这样上心。沈二小姐与这鸢尾，倒是很相配。大哥，这荷包是谁给你的？与你何干？你明知他与我还有婚约，还要配着这种东西进长乐殿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，轮得到你来问。她本该是我的未婚妻，本该。若我当真想争，这门婚事5年前就轮不上你。他不愿，我不争，那是从前。可你既把人伤到这一步，还指望他照旧站在原地等你？鸢尾花是他赠我的，你呢？你同崔家的婚事，如今到底怎么算？回殿下，
两家婚事本就是父母之命，如今如何，自当听从父母之意。你倒是个有主意的。老爷，这是谁？外头送来的，说是沈家的骨血。我叫沈听兰。替我回话，就说我去。姑娘肯出门便好，奴婢这就去备衣裳。我还怕你不肯来，快坐，我给你留了最好的位置。这茶不涩，你尝尝，若不合口味，我再叫人换。你们可知道温文宇？听说他前阵子又得了先生夸奖，小3元的名头真不是白来的。若不中进士，简直没天理。才学是有，只可惜出身寻常。若真要在京里站住脚，还得看以后有没有贵人扶持。迎新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，前几日我弟弟回家时，曾在春江楼那边看在崔玉婵。他身边跟着个貌美女子，瞧着不像偶然碰见，举止也有些亲近。我不是有意说这些给你添堵，只是你们的婚事如今在外头传得厉害，我总觉得这话该让你知道，好叫你心里有数。你告诉我是为我好，我明白。你若有什么不痛快，只管同我说，总归不能叫你一个人受着。外头停了一辆崔国公府的马车，这时候来接人，怕不是崔二公子。雨大了，我便先回了。今日多谢你，去吧，改日我再下帖子请你。你指使我？若不是知道，我又怎会上车来？先暖暖手。你前日说会替我安排的事，可有结果了？有，人已经找到了，宫里那边也有人看着，不会出岔子。那你再帮我一回。你说，带我去一趟大理寺，我想见一个孩子。改道。这里的茶粗比不得你们府里，下回若你还来，我叫人另备些茶点。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崔思韵吗？我今日来，是想求你认个人。前些日子我出门时，曾遇到个小孩，给过我一支梨。后来我听说南街巷那桩私铸兵器的案子里卷进去几个孩子，我想着，若那孩子也在其中，年纪又小，未必真懂什么，不如替他求个情。把那孩子带来。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江南人，家里可还有亲人？有个兄长，够了，就是他。我瞧着到真像那日见过的孩子，若他没有犯下大错，可否先把人放出来，定当是我成了他那一支梨的情。案子要查清，但人我可以先替你看着，等查明与主案无涉，我亲自把人送去相府。那我先谢过崔大人。你这孩子怎么什么地方都敢去？那种地方阴气重，人又杂，你没事吧？母亲放心，我好着呢。崔思义竟也由着你胡闹。他其实挺好的。挺好？说不定本性纯善呢。你从前可不是这么说他的。你既来了，往后便先安稳住下，总要有个名字，以后便叫浮生吧。
你年纪小，先不必做重活，就去马厩那边帮着打理，吃住都有人安排。若有人为难你，叫碧云来告诉我。你别让人发现。姑娘，可要奴婢进来替您收拾床铺？不必了，我今日有些乏，自己歇下便是。你们都退远些，别来扰我。药呢？别怕，死不了。你还说，伤成这样还敢翻窗进来？外头那些传言，说你冷厉，说你狠绝，说你手上不知染了多少血，我从前也信过。可这些伤，这些你一个人受着的苦，从来都没人知道，是不是？沈灵心，你去过国公府，今夜我又进了你的闺房，你我之间实在算不得清白。你伤成这样，还说这些做什么？若沈崔两家这门亲事终究要成，那个人不该是崔玉辰，我比他更合适。你若这样做，旁人会说你不义，你要背的不只是几句闲话。我何曾惧过？若你并无此意，便只当今夜我从未来过。我不是怕非议，可若如今就改口，旁人只会说我水性杨花，说沈家见风使拒。兄长，你再等一等，等崔玉坚自己把这门婚事毁尽，等他把该丢的体面都丢了，把该露的丑态都露了，到那时候，这门亲事若落到你手上，才是堂堂正正，谁也说不出半句不是。好，崔玉辰外头那个女人，我知道她在哪儿。伤还在流，先把伤养好。你今夜还要躲吗？不躲了。先问急吧。既早存了心思，当年怎么不直说？沈家是沈家，他是他，若借权势逼人低头，得来的也不过是一门婚事，不是一颗真心。何况他若不愿，硬娶回去，只会害他。让人盯紧春江楼附近，今日只管等着看好戏。大兄，再问一次，婚事好端端的，怎会连问3次皆凶？崔夫人，你们崔家到底还瞒着什么？母亲，佛门清净地，先别动气，既不吉利，改日再问便是。二公子，你不能不认我，也不能不认我们的孩子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，孩子是二公子的。那夜二公子明明说过会给我们母子一条活路。原来崔二公子外头早就养了人，都带出孩子了，还来问什么急？怪不得3问皆凶，佛祖都看不过眼了。若这门婚事还要继续，旁人只会笑我沈家把女儿往火坑里拖。崔家若还想留这门亲，便先把外头那个女人和肚子里的孩子处置明白。若处置不明白，这婚事也不必再谈了。孽障！你把崔家的脸都丢尽了！人已经安置下了，府里暂时还没瞧出异样，闹成这样，国公府的颜面与我何干？他的烂摊子自己收。崔二公子也太薄情寡义了，奴婢从前还当他是个好的，如今看竟连那外室的肚子都闹到姑娘跟上来了。夫人总不会还叫姑娘嫁过去吧？不会。若只是外头养个人，崔家或许还能想法子遮一遮。可如今她怀了孩子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闹出来，这门婚事
便再也回不到我头衔了。崔家老二就是个不是东西，婚事不要也罢，天底下好妹儿又不是都死绝了，我家里那些哥哥弟弟随便挑一个也比他强。你倒会给人一亲。这门求娶是你自己的意思，还是长辈替你开的口？求娶之意是我提及。沈二小姐温武动人，心性端方，能求她为妻，是崔某之幸。阿莹，这事儿不必怕，你若不愿，谁也不能逼你；你若愿意，父亲母亲也自会替你撑着。我与崔玉晨相识多年，从前又有婚约在上，如今若改嫁于你，你可会介怀？我常在大理寺行走，见的是血，断的是玉。外头人提起我，多半先说一句冷硬凶厉，你可会厌恶？兄长为皇上烦忧，为百姓昭雪，纵是步步泥泞，也满身清白。这样的人，又怎会叫人生厌？婚姻大事不能草率，此事沈家还要细议。求二小姐给我们母子一条活路，我不争名分，不争宠爱，只求能把孩子生下来。你无媒无聘与崔二公子纠缠至今，坏的是我与崔家的婚约，求的是崔家的名分。你如今跑到我面前来哭，求我给你一条活路。柳姑娘，你不觉得找错了人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与崔家虽有婚约在签，可说到底，不过是两家长辈议过亲事，未曾成礼，未曾过门。可你不同，你与崔玉嫣郎情妾意，同床共枕，如今连孩子都有了，你们之间的情分比我这个外人深得多。是啊，怀着崔二公子的孩子，怎么闹到沈二小姐跟上来了？先毁人婚约，再来求人给活路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沈二小姐也够体面了，换我早让人打出去。她不过是一时气恼，怎么会真愿意改嫁大哥？定是沈家在逼她。老爷，别打了，这事还没定死，说不准还有转机。转机？你养出来的好儿子，在南山寺当众闹出个怀着孩子的外事来，你还敢跟我说转机？先忍一忍，祖母还没回府，只要他老人家没开口，这事儿就不算彻底定下。柳氏腹中的孩子是不是你的？是。府医可看过了？看过了。沈家是不是已经知道了？是。既如此，晨儿便另寻别家吧。沈家的婚事改给应儿就是。母亲，嫁给晨儿是崔家媳妇，嫁给应儿也是崔家媳妇。既然晨儿自己守不住，就别再耽搁人家姑娘。祖母，我就要她。你攀不上沈家姑娘。你同沈二小姐素来有几分交情，改日去她跟前坐坐，你就说这婚事原本是你二哥的，如今这么换了，旁人听着总不好听，总不能便宜了旁人。我与阿玄是青梅竹马，他性子最软，也最念旧。他如今不过是一时被气着了，若真让她嫁给大哥，他未必肯。崔家送来的。是。来人说，大公子原本是借着见崔姑娘的名头递话，可真要见的并不是崔姑娘。大公子说是他想见你，满身清白。我比他更合适。大公子还说过2日亲王府有竞卖会，若二小姐愿意，可拿着玉牌去。当真想去？想去，总不能一直躲着。你可算来了，今日这场面怕是比竞卖的物件还热闹。
我来晚了。没有晚。我来给亲王东西，顺路送你进去，不劳你。1刻钟后，去后院茶山边等我。库房失窃，王爷有令，封院搜查。你别出声！谁在那边？原来是沈二小姐，属下奉命搜查，府中进了贼人，还请小姐恕罪。我鞋袜湿了，不便出去。既知道是我，还不退下，要我这样出去给你们看吗？是。沈二小姐临危不乱，你还有心思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会被人瞧出来。所以要请你帮个忙，咬我一口。你疯了！比起让他们看出刀伤，咬痕更像意外。沈灵心，快些，再迟就来不及了。现在行了吧？方才都去哪儿了？在后院遇到一只小猫，耽搁了。小猫能把你挠成这样，这猫倒是凶。3000两，5000两，6000两，8000两，这是在抢人吧？这是实话。这些东西你都带回国公公府？不必，劳烦王爷替我都送去丞相府。都送？都送。若沈二小姐喜欢，便不算浪费。你瞧见没有，崔玉婵那张脸青的都快碎了。银心，今日进麦会上那些事我都可以解释，柳氏也好，孩子也好，我会处理干净。春日宴的事，我更是从来不知情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行不行？你一直说是误会，是旁人算计，是你不得已。可崔玉燕，你的柳氏是真的，那个孩子也是真的，春日宴上的药局更是真的。我没有想害你，可你害了我。你如今最放不下的，也不是我受了什么委屈，是你输得太难看，是你不甘心。你总问我为什么一定要退，因为若嫁给你，我才觉得委屈。他这哪里是送东西，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给你撑脸面。我早说了，崔大公子争起人来比他弟弟很多了。至少他没让你再受委屈。昨夜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如今心里究竟怎么想？从前我总觉得婚事不过是父母之命，嫁谁好像也没什么不同。可现在我知道不一样。若真要嫁，我想求个体面，求个安稳，至少那个人站出来时不会把我推回泥里。你能这样想就不算晚。昨夜亲王府倒是热闹，本宫听说崔家兄弟为了沈二小姐当众争得不轻。竞卖会上热闹事多，长公主也爱听这个。自然爱听，尤其是崔思印的事，本宫总会多听一耳得。长公主同你说什么了？不过是试探两句，她很在意你。那你呢？你有没有什么想问我的？既然你不问，那我来说。明日我向皇上求旨赐婚，好不好？沈灵心，我不想再空等，你若愿意，就给我一个名分。你明知道他原本该是我的，柳氏我可以送走，那个孩子我也可以不要，只要你收手，行不行？你到现在还觉得是我抢了你的？难道不是？我就抢了，你又能如何？二哥让我来赔罪，柳氏他已经送走了，那个孩子他也不要了，他只求你再回头看他一眼。所以在他眼里，女子和孩子都只是说丢就能丢的东西。这样的人，我从前已经看错过一次，不会再错第二次。你回去告诉他，我愿意改嫁崔大公子，不是因为赌气，也不是因为谁逼我，是我自己愿意。玉宸是一时糊涂，可婚事怎么能真改给老大？母亲，再给玉宸一次机会吧。
宫里来旨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赐崔思业与沈氏女行心为婚。圣上口谕，宣读完毕。上上签。我就说，你进来总该轮到好事了。不对，这是有人故意挖的坑。下去。南家，你快走！沈灵犀，你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来？是我来晚了，别怕，我在。一个都别放走。还好你来的不算太晚。已经没事了。他不是碰巧路过吧？若是碰巧，哪能这样赶得上？睡了没有？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放心，今日那批人不是普通匪徒，查下去，线索只会断在更高处。高到哪里？高到你现在知道了也没用。你只要记住，以后再出门，不会再像今日这样。你要怎么做？我自有手段，我会送一个人给你使唤，以后你身边得有能动手的人。属下云燕奉大公子之命，往后听沈二小姐调遣。我前2日听人说起一位寒门书生，叫温文玉，在外头四处打听失散多年的弟弟。听说小时候家里遭了难，兄弟2个被冲散了，这几年一直没断过找人的念头。叫什么？温文瑜。去替我带一句话，若他还在找弟弟，就让到相府外等着，别惊动旁人，把人从角门领进来。是。你才听一句就动手了，也不怕白跑一趟。若是假的，不过白费一趟脚；若是真的，便是替人圆了一场天大的缺。姑娘只让我给你带一句话，你要找的人，或许就在这里。他为何帮我？你见了人，自然知道。哥，福生，哥，真的是你！我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。我家二姑娘不便见外男，只让我把话带到。这里头是福生的身契，还有一袋盘缠。温公子若要带弟弟走，今日就可以带走。若你心里过意不去，觉得欠了人情，我家姑娘也说了，不必急着眼下还，等你日后金榜题名，再说报恩也不迟。哥，我不走。福生，我在这儿没挨过打，也没挨过饿，二姑娘救过我，也没拿我当物件。你若要读书赶考，身边更需要银子。咱们兄弟好不容易见着了，不是非得这一刻就一起走。劳烦替我谢过二姑娘，人暂且还留在府里，身契和银钱我今日不能拿。二姑娘早料到你未必肯拿，她还说路她已经给了，怎么走由你自己定。
听说你府上收着一个叫浮生的小厮，是又如何？我有用，你把人给我，价钱好说。崔二公子来相府，是特地和我买人来了。浮生是相府的人，你要用，去问相府的门肯不肯开。你明知道他哥哥是个可用之才，所以呢？所以你该明白，这样的人留在你手里也未必稳妥。崔玉言，你如今连我府上的人都想伸手了，婚事没了，脸也不要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，便离相府远些。浮生是相府的人，我不给。你若真有本事，大可以砸门来抢。你弟弟原是你唯一的亲人，如今却被相府扣着不放。沈二小姐再得势，也不能这样挟恩图报。你若愿意，我替你出面把人要回来。崔二公子，我昨日已经见过我弟弟了。相府没有拦我，也没有苛待他。二姑娘还把参契和盘缠都备好了，是我自己没带走。你若真心替我兄弟着想，昨日就该先查清楚再来劝。我还有课业，恕不多送。国公府来的人说，大公子怕姑娘嫌宴上点心腻，特意把城南那家刚出炉的酥饼先送来了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他以自己的名义给温公子递了帖子，请他一道赴宴。倒会替人铺路。路过时看到的，觉得衬你。崔大公子送东西也不提前知会一声。提前说了，你未必肯收。现在我就肯收了。现在众人都看着，你若不收，我就难堪了。二嫂，上次小宴仓促，闹出那样多的事，叫二嫂受惊了。还没过门呢，别乱讲。温公子，我这一姓请了人，就该知道大哥不会把无用的人往府里引。不过你今日真正要防的，恐怕不是这件事。姑娘，大公子院里多了个女人，怎么回事？先去看。人已经拿住了，大公子中了手脚，怕闹开伤了姑娘名声，只请姑娘进屋一趟。我没碰他。你中了药，一点脏手段死不了，你别靠太近。既知道是脏手段，就更该让外头的人看清楚，你究竟有没有被人算计。二公子房里怎么也有个女人？去正院。祖母，我也是被人算计。算计？你若自己立得住，谁能把这种东西送进你屋里？母亲，玉宸是一时不慎。一时不慎，还是你偏心得连家里的脸都不要了？上一次你纵着柳氏闹出来的事，我已经给你留过脸。今日这是第二次，你为了护小儿子，连长孙的名声都敢拿去垫脚，真当我老了看不见？儿媳不敢。你不敢？武姬怎么会出现在司银院里？又怎么会转头跑去玉宸屋里？府里这些年叫你管着，倒管出一屋子乌烟瘴气。从今日起，府里的内务你少插手，玉言也给我关起来，好好醒醒脑子。再有下回，就不是跪一跪能了的了。今夜吓着你了？没有，你守住了，吓着的就该是旁人。回去歇着，余下的我来守。打开看看。二姑娘，你弟弟的参契今日正式还给你，你若要带他走，现在就可以。银钱是给你们兄弟安家的。姑娘救我兄弟重逢，已是大恩，我怎敢再受这些？你敢不敢是一回事，我要不要给是另一回事。我做这些
也不是白施恩，我就是施恩求报。你有才学识，也有骨气，这样的人值得我压抑住。今日把身契和金银交还给你，不是要你当场卖命，只是要你记着，沈家曾给过你兄弟一条活路，等你日后真有本事了，若还愿意念这份情，再来还。二姑娘今日既把话说在明处，温某便也不装糊涂，此恩此义，我记下了。先前府里闹出那些糟身事，叫你们受了委屈，如今既是给思勋求娶，我这个做祖母的，总要亲自上门，把该有的礼数补全。上上之极，二位的八字也是难得相合。听说惠王也快回来了，怎么忽然问起他？只是觉得有些风雨未必都在府门里。你若觉得他有意，我会留意。你们拦我做什么？温文瑜飞黄腾达了，我自然也是沈家的座上宾。到时候我若成了沈家女婿，你们谁还敢拦我？他疯了不成？当街造谣，污蔑朝廷命官，带走。我没胡说，我认识温文瑜，我也是读书人，他都能得沈家青眼，我凭什么不能？吓着了。他方才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听见温文玉得了丞相府赏识，又见你们在替那兄弟二人安排出路，便生了妄念，大约是把自己也当成了能被沈家扶起来的人，痴心妄想久了，竟连名声都敢拿来碰。这也能往自己身上套？他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把自己带成温文瑜？不会再让他出现在你跟前。你等一等，原本就是替你挑的，你总带着那只素银簪，也太敷衍了些。送我的，不然呢？你替我带上。很好看。走了。我怎么瞧着，崔大人若不是还顾着街上有人，能把那只簪子摸上一整天？你说会不会真中榜首？姑娘，榜首！我家公子是榜首，解元，温公子中了解元。温公子，今日你高中解元，总不好还站在风口里吹着。金凤楼我已经订了席面，不知肯不肯赏脸。姑娘厚待，文瑜不敢忘。我当初说过会给你和浮生一条路，今日你走到了榜首，这条路便该走得更稳些。温公子，沈家请你不只是吃这一顿席。解元郎不必多礼，林欣既然已经替相府把人先看中了，我这个做父亲的总不能装聋作哑。相府戏院空着，清静，书也多，若温公子不嫌，便以客卿之礼暂住下来，浮生也一并住进去，衣食用度都不必操心。府中藏书，你尽可借阅。大人厚恩，姑娘厚意，文瑜记下了。来日若有可报之处，绝不推辞。你先把书读好，把前程走稳，这就是最好的回报。姑娘，嘉玉郡主回京了。那就是嘉玉中主，听说同长公主最是亲近。沈二姑娘，改日来亲王府坐坐。我平日闷得慌，正想找人说说话，郡主相邀是我的荣幸。二嫂，沈姐姐，你去归去，可得多留个心眼儿。怎么了？嘉玉郡主多半是冲你来的，她和长公主最亲，若听了些什么旧话，未必一上来就给你好脸色。可她心也不坏，你别怕她，顺着分寸说就是了。坐吧。崔思义，你和崔思义定亲前，可曾听过长公主的事？郡主说的是哪一桩？为什么？那你可知道，
长公主这些年为什么一直不肯回京？我只知长公主身子不大好，至于别的，未曾有人在我面前提过，崔大人也没有。也是，若你当真知道，今日不会做得这么安稳。郡主若肯同我说，我便听着；若不方便说，我也不多问。你倒比我想的聪明，往后得闲还来陪我说话。我不是总这么凶的，我记住了。姑母回宫了，总归是好事，只是我也未必比她自在多少。回头若哪一日被指了婚，也不过是去另一个地方熬日子。郡主这样的人，不会任人随意拿捏。你这话我爱听。凉菜叫。这也太……他是把半座国公府都搬来了吗？礼是给足了，只是这等时候，本该出来主事的人偏不露面，倒显得长坟失礼。去问问温公子，若是不嫌，愿不愿留在相府过年？再让人添些年货、窗纸、新衣和灯笼送过去。福生年纪小，别让他觉得这院子再大也是借住。姑娘这是要把人心都暖透。公子，你看，还有窗纸呢，新的。公子，沈姑娘这是怕我们兄弟两个在这府里还觉得自己是外人。那咱们以后就不当外人了。温解元这回算是叫沈家押对宝了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先把人捞进来的。若无沈姑娘和相府收留，文娱未必有今日。这话你别只记在嘴上，往后真有本事了，多替沈家争几分气才是正经。崔大人来给府上拜年了。哟，这是我的未婚夫婿崔思印。听说从前夏家也曾有意来府上提亲。只请姑娘一个。请柬既然送到了我手里，总不好不去。何况是嘉玉郡主开口。你可算来了，快进来，别杵在门口给人瞧。这个就是沈二姑娘，你安分些，她可是崔思印的人。别理他们，喝你的茶。屋里闷，我带你去外头看花。你别多想，我姑母这些年身子不好，不是为了什么旧情难宁，更不是谁一句话就能伤着的。她回不回京是她自己的事儿，和你没什么关系。我知道了，多谢郡主告诉我。你这人真奇怪，我原先还怕你听了要委屈，或者趁机问东问西，谁知道你就这么硬了。该知道的郡主会告诉我，不该我知道的我问了也无用。也难怪崔思莹护得紧，你和他便好好白头吧。嘉玉，躲这儿清闲呢。这位便是沈二姑娘。嘉玉同她这般亲戚，就不怕长公主见了伤心？姑母，魏王兄这说的奇怪，他是我请来的客人，陪我赏花说话，和姑母有什么？我不过随口一问。那就问到这里。女客在此，王兄还是避嫌些好。别怕，他这人你往后见了，只管躲远些，能不打照面就别打照面。我记住了，你若再来王府，或者哪日外头遇见什么不对劲的，先递话给我。郡主今日已经护了我一回，谁让你是我请来的，总不能叫人说我连个客人都护不住。这几房陪嫁仆妇，你再看看有没有不顺眼的。奶娘、贴身丫鬟、管嫁妆库房的人，我都替你挑过一遍。进了国公府，你是正室，是心腹，也是主母，该有的体面一样都不能少。你别怕，嫁出去也还是我的女儿。若日后有半分不痛快，相府就在你身后。我知道，我今夜陪你。银心，我其实是有点怕的。怕什么？怕男人的喜欢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如今崔大人是把你捧在手心里，可往后日子长了，谁知道会不会变？你就一点都不担心？担心过，但我如今想得很明白，我嫁他不是把一辈子都压在情爱上，我要的是正式名分，是长家权，是我生下的长子能养在我膝下，是不管出了什么事，我身后都还有沈家替我撑腰。若他真心待我，我们便好好过日子；若有一天他变了心，我也不是活不下去，我总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。你这话说的我都想替你去成这个亲了。姑娘，快起吧，该梳妆了。真到这时候了。
崔大人亲自来接亲了。嫁过去，你是正正经经的大奶奶，该你的体面，谁也不能少你。若有谁叫你受了委屈，你只管回家来。香笼里头我们又添了几样，你不用记，只要记住一件事：沈家的女儿不是空着手出门的。到了崔家，不必怕规矩大，规矩是给人立的，不是专捡你来压的。去吧，日子是你自己的，受了气别忍，想要什么也别憋着，沈家还在。夫人，夫君，林心，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夫人了。若不愿被人拿教，今日那盏茶也不是非喝不可。总要去的，只是怎么喝，喝完之后怎么算，不见得要由旁人定。有我在。祖母、父亲、母亲，明日我与夫人搬去海棠居。你说什么？海棠亭已收拾妥当，分府不分家，晨昏定省招就。其余时候，夫人随我住海棠亭。荒唐！哪有新妻才进门就搬出去的道理？国公府的规矩还要不要了？规矩自然要有，只是往后国公府的规矩不必立到夫人跟前。行了，分府不分家也不算坏规矩。既然早有打算，就照他的意思办。你是早就打算好了？你若住在正院眼皮子底下，日日都要听规矩，处处都要看人脸色，我不愿意。进去看看。还没进去，我就已经喜欢了。喜欢就好。从前我不觉得自己有家，以后想与你有一个家。既是要做家，总不能只有一句话。自然不止。老夫人说，海棠居既立了门户，里外总要有个得力的人照应。往后奴婢便听大奶奶差遣。这是海棠居线下的账目，这是库房钥匙，这是每月出入。大爷早已交代过，今后这里的事皆由大奶奶做主。真都给我？给你，便是你的。老夫人还说了，海棠居既分出来，便不必再照正院旧例过日子。大奶奶想怎么管，只要合大爷的意，旁人说不上话。姑娘，不对，如今该叫夫人了。您这是要把海棠居翻个底朝天？既然是新家，总不能还照从前那样暮气沉沉。大奶奶这样打扮才好，海棠居新立门户，本就该有新气象。大人认不得路了？认得。认得就好，跟我来。这个摆在这里好不好？都好。你敷衍我？没有，你布置的都好。孩子的事儿不急，先过2年，等你把身子养稳，把海棠家住熟惯了，再说不迟。你不怕旁人说？旁人说什么，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你若早早伤了身子，难受的是你。我要的是夫人，不是急着讨一个孩子来压人。好。嫂嫂把这里收拾得真好，先前只觉得这院子清静，如今倒真像个家了。你若喜欢，以后来得勤些。我原还担心你搬来这里
会叫人说是被撵出来的。如今看着，却是旁人想求都求不来的清静和体面。看来你这几日过得不错。何止不错，往后你住海棠君，我若去瞧你，也省得进正院看人脸色了。海棠居既是你自己提出要住过去的，那往后可得把人护好了。若让我们知道表妹受了半点气，酒可就不是今日这样喝了。不会。一句不会就完了。他在海棠居，有我。这门婚事倒真叫你走对了，我自己挑的，自然不能差。夫人嘴上不急，手里的液都停了半盏茶了。中了，第几？头名，会员，头名。先前备好的那套古籍和镇针呢？都收在匣子里，好好的。取出来，送去做贺礼。夫人大喜！怎么了？嘉玉郡主，温公子中了状元，宫里还赐了婚，赐的是嘉玉郡主。夫人，我就知道温公子准能成。外头都在传温公子游街回来，没先去别处，穿着状元袍就直奔国公府了。学生温文瑜能有今日，皆因当日得沈大姑娘扶持宿助，今日金榜题名，特来拜谢恩人。状元郎，这是什么话？快请起，先进府再说。沈大姑娘何在？她如今在海棠亭。既如此，学生不敢耽搁，先去海棠亭。温文玉，谢沈姑娘知遇之恩。你如今是状元郎，又有赐婚在身，这样的大礼我如何受得起？若没有姑娘当初伸手，便没有我的今日。今日这一拜，不是拜身份，是拜恩情。起来吧，你今日得了状元，是你自己一步一步挣出来的。若无姑娘搭桥，我连走这条路的机会都没有。夫人，请状元郎进厅里坐吧。先进来喝茶。哀行的礼先行完，学生才敢进门。行了，再站下去，倒像我故意拿巧你。大夫人请大奶奶去正院用膳，说今日是大喜日子，正院已经摆了席面。状元郎刚到，谢恩的话还没说完，我这时候走开，未免失礼。嬷嬷替我回母亲一声，等大爷回来，我再随大爷过去请安。大夫人说正院那边都在等着，大奶奶若再不过去，怕是饭菜都要凉了。那便请母亲与父亲先用，不必等我。状元郎今日登门谢恩，这是国公府的喜事，我总不还先把人晾在一边。还是那句话，等大爷回来，我自会随他去。可气到没有，只是母亲大约觉得今日若不把我叫去正院，脸面上过不去。他的脸面何时需要你去补了？走吧，我陪你去。状元郎今日这般大张旗鼓，倒叫外头人都瞧见了。只是有些旧事本就该分清，若不是当初你与晨儿走得近，何至于叫人如今还拿这些事议论？母亲说的是旧婚约，还是旧糊涂账？你这是什么话？若说旧婚约，当初我与二弟名分未成，婚事作罢，也是长辈们如今我已嫁与夫君，母亲却还把旧事翻出来放到饭桌上，究竟是在羞我，还是在羞二弟？或是在告诉外头的人，国公府到今日都没把这门亲事认清楚。至于旁人议论，若真有人议论，也该议论夫君这些年替长房担着多少事儿。结果到了今日，还要陪我一道听人拿旧账说嘴。母亲若心疼二弟，不妨多替他想想体面。若想给我立规矩，也不该踩着夫君的脸面来立。夫君，长房该有的位置，你会拱手让人吗？你是说爵位？若该是你的位置都让了，往后海棠居今日得来的体面，迟早还要一寸寸让回去。到那时，旁人踩的不只是你，也有我。
我原先只想着少争些，清静些，可若这份清静是拿夫人的委屈换来的，那就不该让。既然他们总要把长房的位置拿出来试探，那便争回来。温状元如今认了义亲，倒是与海棠哥亲近得很，也不知这份机缘究竟是他自己寻来的，还是有人早早算计好的。母亲，今日是家宴，何必说这些？我说错了，从前定给你的婚事，如今换到你兄长头上，外头人都说我偏心，说我苛待长子，可我这个当母亲的，不过是替你委屈两句也说不得了。母亲若真是替二弟委屈，那倒也罢了，只是母亲这份委屈，怎么总是只落在夫君一人头上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温文玉如何认下义亲，如何寻回弟弟，外头人人都夸他知恩图报，蓄意经营，到了母亲口中，却像成了海棠诀蓄意经营。可二弟从前与我有婚约时，柳氏进门，孩子见光，母亲也只说他年少不懂事。如今义亲上门，母亲又嫌我们招摇。照这样看，母亲眼里的对错，倒不是看事情本身，而是看事情落在谁身上。你这是做儿媳的口气。儿媳只是替夫君不平，母亲疼二弟，众人都看得见。可夫君也是崔家长子，这些年他立功也好，受屈也好，母亲可曾像替二弟筹谋那样为他多说过半句？他如今不是样样都得着了吗？婚事得着了，义亲也得到了，还要如何？得着了。若真是他该得的，何至于到了今日还要靠旁人一桩一桩替他挣回来？母亲总说二弟委屈，可儿媳瞧着，二弟自小被母亲捧在掌心，夫君却连一句公道话都难提。明明同是崔家骨血，偏偏活得天差地别，叫人看久了，倒真忍不住要多想一句：究竟是谁不像崔家子嗣？沈灵犀，他说错了吗？够了！端午家宴闹成这样，像什么样子？儿媳失礼了，只是有些话若一直没人说，便总有人以为偏心是天经地义。夫君，海棠君的茶该凉了。好。我方才那一句会不会说得太狠了？不狠。他从小就不喜欢我。小时候我不明白，我以为是自己做的不够好，书要读得比旁人更好，骑射要练得比旁人更稳，挨罚时不许辩解，受伤了也不能喊疼。可无论我做到什么地步，他看见我，仍像看见一块碍眼的石头。后来崔雨辰出生，他会亲手给他裁衣，记他的喜好，连他皱一下眉头都要问半日。我才知道，有些东西原来不是你争不争得来，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你。我记得有一年冬天，你跟着沈夫人来国公府做客，那时你还小，抱着一只小小的琉璃康，里头养着一尾红尾鱼，宝贝得很。我送过你鱼？那日我在廊下罚站，你走到我跟前看了我半天，忽然把那缸鱼塞到我怀里，说送给我养。你说鱼活着水就不冷，那是我收到的第一份礼，所以后来再见你，我总记得你。那以后你每年生辰我都替你记着，旁人不给的，我慢慢给你补回来。好。文烨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嫂嫂当初在牢里见我，肯信我救我，又替我寻回文锦，这条命这份牵扯都是海棠都给的。先前认亲只是我自己心里认下，今日我来是想正式求兄长与嫂嫂允我一件事。说。我想认兄长为义兄，认嫂嫂为义嫂。往后不只是我，连温文锦也一并归到兄长嫂嫂膝下行礼。你这礼也太大了。不大，若无兄嫂，便无我温文宇的今日。况且我既叫你一声兄长，就该把这一声叫实。往后旁人若还敢轻看海棠君，也得先问问我答不答应。皇上那边你想过没有？想过了，皇上请未听后并未斥责，只说人情有本，若是两厢情愿，何妨成全。义兄义嫂，既认了这门亲，往后便是一家人。你们有事，只管来海棠居。有兄长这句话，文玉便安心了。国公爷，怎么这样看着妾身？玉言这些日子吃了这么多苦，好不容易想求个正经前程，怎么偏偏就处处不顺？若国公爷肯替他多说一句。闭嘴！惯子如杀子，
这么浅的道理，你到如今都不懂。他是什么性子，你比谁都清楚。出了事不先让他长记性，反倒日日替他遮掩开路。你是嫌他跌的还不够重？大人，温状元求见。让他进来。兄长，你还要退到什么时候？谁教你一进门就来审我？不用人教。我只是不明白，海棠居都被逼成那样了，一嫂替你说话说到这个地步，连我这个外人都看得出来，国公府欠你的太多，你为什么还总说再等等？不是不争，是还不到时候。什么时候才算时候？等他们把不该属于二公子的东西都坐实了，再来一句晚了。兄长，国公府本该是你的，你是长子，是靠自己挣军功、挣官声、挣体面的那个人，凭什么最后反而是你住在海棠院里，凡事都要退一步？你如今刚入翰林，先把自己站稳。崔家的事，没必要拖你下水。我既认了你做兄长，就不是外人。从前是嫂嫂先接住了我和文锦，如今轮到我替兄嫂做事。总有一日，我会让崔家风风光光把兄长和嫂嫂迎回去。那时候，谁也不能再说海棠居只是偏院。姑爷可算回来了，小姐今日谁也不让帮，非要自己下厨呢。回来了，刚好面还没坨。这是长寿面，今日是你生辰，总不能连碗长寿面都没有。我手艺寻常，未必比不上府里厨娘，可生辰总得图个意头。你若嫌弃，也只能将就着吃。我没有嫌弃，只吃面可不够，我还有东西给你。我前些日子挑的，总想着该送你件贴身又实用的东西。你常在外奔波，这个坠在边上，也算叫我时时看着你。你记得我生辰？当然记得，往后每一年都记得。原来还有人记得。你是我夫君，我不记着谁记着。面快凉了，先吃。很好看。哎呦！方文成，你怎么又爬到这儿来了？这株石缝里的七叶草药性最好，再晚一步就叫人踩坏了。你为了棵草把自己摔成这样，摔一下算什么？这东西配安神方最好用，寻常药铺可未必能碰见。这位便是春晓堂的大夫。是啊，医术是好的，就是人有些怪，怪些不要紧，有用就行。方大夫既识药，也肯为一株草爬假山，想来手底下应当有真本事。往后若府里有人要请大夫，倒不妨记他一记。夫人若有差遣，春宝堂随时可去。小姐，大理寺那边忽然调了不少人手出去，像是户部出了大事。什么事？听说是户部尚书楼明成设了庆王的案子，抄家封门压人，一样都没少。如今整个大理寺都在连夜办案。他若今夜回来，必定淋了雨。
怎么还没睡？等你。先别说案子，进去换衣裳。原来这就是回家。这么晚，以后若再有这样的夜，不必等我到这么晚。哼，我若不等，谁知道你回来时会不会连口热汤都喝不上？舅家来人了。母亲难得高兴，祖母精神又不大好，正院那边一早就热闹起来。嫂嫂若不回去，只怕又有人要说嘴。我们本来也该去请安。祖母身子怎么了？这几日总说胸口闷，睡也睡不好。府里请的大夫看了几回，只说年纪大了要静养，可也没见真叫效。祖母近来睡得不安稳。我前几日倒是见过一位大夫，医术不错，最擅长调理这种虚烦心重之症。若祖母不嫌弃，孙媳可去请他来看看。府里又不是没有大夫，何必劳动外头人？府里的大夫自然稳妥，只是多个人看总不是坏事。祖母身子要紧，若能早些舒服，也算端午吉利。既是你见的人，便请来看看吧。妹妹，不是我说你，司印再怎么说是你长子，你对玉珍偏心些，我做哥哥的平日也懒得管，可你总不能偏得这样没边。如今满京城谁不知道，你这个做母亲的寒了长子的心。哥哥只看外头传言，哪里知道我的苦。若不是司印非要抢玉珍的婚事，家里何至于闹到这个地步？我这个做母亲的夹在中间，里外都不是人。舅老爷若真想论公道，不如先问问二弟是怎么把外室和孩子闹到满城皆知的。至于婚事，当初是谁先毁的，席上诸位心里都有数。崔夫人，可是府里有人病了。祖母夜里胸闷失眠，想请方大夫走一趟。去，当然去。方大夫，你这性子什么时候能稳些？我只是怕耽误病人。你上回说的安神药，我已经重新配过了，比先前的温和。方大夫这人虽怪，倒是个实心肠，医术好就成。老夫人不是大病，是心火郁着，夜里又思虑过重。这几味药先安神理气，再辅以清淡饮食，3、5日便能缓过来。若还不稳，我再来改方。倒真有本事。宋表叔这2日进出府里道勤，若不知情的，怕要以为您本就是崔家的人。他与我妹妹从小一块长大，感情自然不比旁人。若不是当年，总之都是旧交情，亲近些也不奇怪。原来如此。嫂嫂，你是觉得宋表叔有什么问题？问题倒未必，只是有些人若亲近的太过，反而叫人想多看2眼。你怎么还在府门口逗留？若叫人看见怎么办？你这些年到底把我当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。当年你说不得已叫我走，我走了。如今再见，你又拿旧情拴着我，不让我离京。方才那位世子夫人一句玩笑都能把我惊成这样，你还要我装到什么时候？你以为我愿意吗？这些年我在崔家过的什么日子，你知道多少？那你为何不早说？你若还念旧情，为何偏偏要把我推开？因为晨儿是我们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可如今司印那边越逼越紧，国公爷也起了疑心。我若再不告诉你，等真到了瞒不住那一日，晨儿怎么办？你又让我怎么办？晨儿，你不能走，你若走了，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父皇瞧瞧，崔家2公子生得不错，性子也温和。虽说前头闹出些闲话，可少年人风流些也不算多大的错。若真论起来，倒比有些人看着冷冰冰的更会疼人。哦，你们崔家这个2公子，
朕倒听过几回。陛下若听见的是他养外室，外室还替他生了个儿子的事，那便没听错。崔思印，你放肆！这是御前。正因是御前，臣才不敢欺君。长公主若当真看重此人，还是先把这桩烂账听明白些。一个外室养在外头，孩子都落地了，如今还妄想粉饰体面。若这样的人也配做驸马，那是崔家失教，更是公主自轻。你去把崔玉珍叫来。是。回陛下，臣年轻糊涂，确有不妥之处。只是那女子什么？只是你一时心软，便把人和孩子都养在外头，还是只打算把人藏一辈子，等婚事说定了，再抬进门做妾？哼，这样的人你也拿到朕跟前来夸？儿臣只是一时听差了外头传闻，传言都能听成宝贝，可见你这些年是越来越没分寸了。把崔玉晨带下去，今日这场马球赛，也不必叫这种东西脏了眼。你站住！长公主有何吩咐？本宫真是看不明白，你到底哪里好，值得崔思音这样护着你？还是说，你们沈家女儿一个个都生了什么勾人的本事，连崔家长房都能叫你拢住？姑母，今日御前失言的人不是沈姐姐，被黄舅舅斥责的人也不是她。您若心里不痛快，回府发脾气就是，何必把气撒到她头上？贾玉，你如今连本宫的话都敢顶！我是不想您再错下去。崔玉婵是什么东西？今日已经说得明明白白，您若还要拿这样的人来踩沈姐姐，那就是您自己失了身份。你，我今日护她，不是为谁做脸面，是因为她没错。您若非要把人逼急了，闹到黄舅舅面前，难堪的还是您自己。回府。多谢。我不是护你，我只是看不惯他把错都推到别人头上。你倒真有本事，御前丢脸还不够，如今连长公主那头都一道得罪了，你这是嫌崔家还不够热闹？父亲，此事已然如此，儿子愿意闻法，只是柳氏母子既然都见了光，总不能再让她留在外头。玉婵，你还嫌不够乱？儿子愿纳柳氏为妾，孩子到底是崔家的血脉，总不能一直流落在外。今日御前既已挑破，再藏下去，只会叫人看得更难看。父亲若真怕难看，就更该把人接进来。柳氏既已养在外头多年，如今再舍不得，二弟也该学着自己收拾烂摊子了。接。先进去，别碰。二公子，如今我进了门便不算见不得人的外室了，是不是？我去接你回来，自会给你一个名分。姨娘先去西跨院歇着吧，主院那边还没收拾出来，日后怎么安置，夫人自会发话。你随我来。怎么了？别出声，后头回廊那边有人。我方才看见崔大夫人同宋瑞广在一处。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？事到如今，难道还不算一家人？你小声些，这里是寺里，不是外头僻巷。寺里又如何？你叫我这些年走不得断不得，如今好不容易盼着能团聚一步，你却还是只顾着怕。你怕崔国公，怕家，怕旁人知道，可你到底有没有替我想过？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可思音盯得这样紧，玉婵那边又……你听见了？听见了，不能在这说。去找世子，就说夫人有急事，请他立刻回来。出什么事了？我在南山寺撞见母亲和宋瑞广私会了，他们提到了一家人团聚，还提到了你和玉婵。我
我总觉得这些话不是随口说的。先坐。你没听错，前几日父亲闯进母亲院里之后，正院那边一直压着消息。可若只是救起，母亲不会怕成这样，也不会再听见谁不像崔家子嗣时事态的那样。所以预言8九不离10。若真是这样，那母亲这些年对你……人都说得通了，她不是不偏心，她只是不肯把不属于自己的那个放到心上。那就查，既然他们自己都慌了，就说明这件事经不起细翻。你不要一个人扛着，海棠居不是摆着看的。好。二公子，你不能这样待我！拦住他！你说过会护着我和孩子的，如今正妻要进门了，你就把我丢到西跨院不闻不问，我算什么？孩子又算什么？把他拖下去！我不要下去，二公子。你当初哄我的时候说过不会叫我受委屈，孩子病了你也不来看，如今他来了，你便要叫我给他腾地方，是不是？你先回去，有话回去再说。回去？回哪个院子？那个连太阳都照不进去的小跨院，还是回你每回来一次便要我别闹别争的日子里去？胡姑娘，你别见怪，她只是性子急，平日……夫人不必同我解释。孩子不是已经请大夫看过了吗？你若有委屈，回头我自会去看你。今日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那什么地方才是我该去的？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替你生了儿子，躲躲藏藏过了那么久，你如今却只会同我说今日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崔玉妍，你倒告诉我，我算什么？你自然是我房里的人。房里的人，房里的人就是要等正妻进门后看他脸色活着，是不是？原来二公子的后宅竟是这样热闹。柳姨娘这一闹，怕是终于明白了，她进门不是赢了，是输了。一个妾，偏要当自己还在外头做主，自然要疼一回，才知道门里门外有多不一样。我托人打听过了，惠王府那位魏侧妃病故前半个月，书房那边曾半夜请过太医，可对外却连一句风声都没透。只请过一次？不止，还有人说，她病的时候根本不许旁人近身，连伺候的丫鬟都换了2拨。等消息传出来，人已经没了。王府里头的病多半不是病，你既决定进去，就要把这些不对劲一件件记牢。书房、太医、换丫鬟，这些都不是小事。我若真查到了什么，往外递给谁？先递给我。若我不在，再找南针。你别逞强，也别以为自己能一个人扛着。进了惠王府，最要紧的是先保住自己。怎么，世子爷今日也要去给二公子撑场面？我若不去，旁人怎么知道海棠居的人过得好不好？怎么了？母亲送来的，她亲手端给我，还说天凉，教我趁热喝。她同你说了什么？她说宫里年后要选秀，还说二哥如今成了婚，前路若想再顺些，总得有人在宫里替他说话。她说我生的不差，规矩也好，若真能入宫，便是替家里分忧。她还说女子嫁谁不是嫁，若能替兄长铺路，也算值了。嫂嫂，你听听，这像不像一个亲娘说的话？我问他，若只是您要我入宫，我不去，行不行？他竟还劝我，说我不懂事，说二哥是家里最要紧的那个。我到今日才明白，在他眼里，我这个女儿从来不是女儿，只是块能往外送的砖。你没答应吧？我跑出来了，我怕我再待下去，会当着他的面把那碗东西砸了。
三姑娘，快回去！老夫人知道了大夫人逼你入宫的事，气得心口直疼，这会儿人都站不稳了。去请方文成。你是疯了不成？雨辰自己闹出来的烂摊子，凭什么要拿乙辛去填？他是你亲生的，不是你给儿子换前途的垫脚石。母亲，儿媳也是为了家里，为了家里，还是为了你那个好儿子？我早说过，不许你拿乙辛的婚事胡来。你倒好，连入宫这种主意都敢打。别怕，都安静些。老夫人这是怒急攻心，先把人扶平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自己问他，他竟想把乙辛送进宫里，好替玉贤开路。老爷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什么？你还嫌这个家被你折腾的不够乱？从今日起，府中中尉你不必再管了，账册、钥匙、库房对牌全交出来。老爷，怎么，你还舍不得？你拿女儿前程给儿子铺路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自己配不配管这个家？从今往后，二房后院、府中内务，先由你接着学。账册钥匙明日便送到你手里，若有不懂的，问老夫人、光世子夫人，总之不必再去问他。林心，你和思音这些日子受委屈了。祖母言重，不重。我这把年纪，早该把家里看得更透些。如今李氏既然自己把脸面撕了，我也不瞒你，账房该有的位置，本就该回到长房手里。海棠居不能一直躲在外头过自己的日子。往后国公府的家业，总归还是要思亲来接。仙琪记住了。祖母终究还是开口了。这不是坏事，只是家里这一头才刚动，外头那一头未必肯叫你安生。你是说庆王？庆王近来太安静了，这样的人若真要动，动的不会只是几句试探。我总觉得他像是在等什么时机。若再往深处想，怕的就不只是结党、是谋逆，便是私下养兵这样的事，只怕也未必做不出来。你知道的倒像是亲眼见过。我不是逼你现在说，只是银心，你若察觉到了什么，往后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不要自己一个人扛。好。世子夫人，庆王妃府上送了帖子来，赏梅宴，请国公世子夫妇过府一叙。我阿姐她还好吗？她既然进了那地方，哪有真正好的时候？若有一日他让你去接他，你别怕闹大，哪怕是撞破王府门，也得把人接出来。你再不过来，我都要以为你成了亲，便拿胶不肯陪我说话了。别怕，今日就是赏梅，谁若敢借着赏梅欺负人，我先替你翻脸。郡主在，我自然不怕。徐子珍，崔莹，今日梅倒是开得巧。我才坐下。王妃念着郡主喜欢热闹呢。谁若欺负你，回头告诉我。快坐，本妃早就想同你单独说几句话，总被人围着，倒难得清静。嫁去海棠屋后，倒真比从前见你时更沉稳了。思玉那匣子性子冷，平日里可曾委屈了你？夫君待我很好。好就好，他如今在外头做事越发有章法，王爷也常赞他。你们夫妻和顺，郎后若两府多走动，自然也是好事。妾身见识短，只懂得守着海棠文过日子。夫运外头的事，我不敢多问，更不敢替他应什么。本妃也不是让你做什么，只是觉得你是个聪明孩子。女子这一辈子，若能替方君分忧，也是福分。妾身笨，若真有福分，也不过是安安稳稳，不给商君添乱。你倒是会说话，妾身只是胆子小。不过是侧妃小病，倒劳沈二姑娘亲自跑一趟。王爷客气。风寒不重。
你既看过我了，就快些回去吧，别在这里耽搁。来都来了，何必急着走？本王已命人备了饭，方大夫既是名医，也可留下来再替侧妃细看看，免得有疏漏。侧妃既是风寒，饮食上更该忌口。王爷若真疼她，不如让我与方大夫先把该叮嘱的说清，再论旁的。沈二姑娘替别人操心得很，朋友一场，总要尽兴。他今日不对劲，你不该来。不来，他就会另想法法。如今既来了，就不能白来。外头有人守着，若真要闹，今夜怕是难善了。西边那件暗室我已经摸到些门路，只是还没看真切。他若今夜真急了，未必不会自己露馅，那就拖到他自己沉不住气，拖到他把藏着的东西翻出来。我守着你们。沈二姑娘与侧妃说完了，正劝侧妃按时服药。服药要紧，用饭也要紧，本王亲自陪你过去。王爷自重。夏姑娘脾气倒大。王爷，妾身身子不适，若冲撞了贵客，传出去也不好听。沈二姑娘，你也要同本王摆这个脸色。王爷身份尊贵，自然更该顾惜名声。方大夫才说过，侧妃风寒未愈，屋中吃食用香都得仔细。若今夜传出半点不妥，坏的是王爷府上的贤名。贤名。本王若非要留你呢？王爷若真为侧妃着想，就该让方大夫把药方写完。风寒最忌乱用熏香，若香里冲了药性，侧妃今夜只会更难受。大理寺办案，有人报案，惠王府中藏有异常，开门！谁敢擅闯王府？崔思义，这是本王府地。大理寺接到报案，说惠王府强留女眷，府中另有可疑药香与暗室异常。臣奉命查案，不查身份，只查案情。一个报案就能叫你带人撞本王府门？若只是寻常人家，自然不至于惊动臣。可报案人一口咬定王府仗势压人，若臣装聋作哑，等事情捅到御前，丢的就不止王爷一府的脸面。陛下到了。好一个惠王府，朕不过让你们办事，你们倒在朕眼皮子底下闹出这么大阵仗。皇兄明鉴，臣弟不过是留客用饭。崔思义借一桩莫须有的报案闯府，分明是不把皇族放在眼里。哼，留客用饭，你来说。臣妇入府本为探病，方大夫诊出侧妃只是风寒，妾身本欲告辞，王爷却以留饭之名强行挽留，又命人守门，不许同行之人轻易离开。暖阁中熏香甜腻异常，侧妃明明是风寒，却被困在这种屋子里。若真只是待客，何必如此？草民虽不敢妄言药理大案，却能断这屋中熏香与病人风寒不合。若长久留人，必有不妥。臣女亲眼所见，王爷伸手强留我姐妹，若非外头有人来，只怕这顿饭没谁能吃得阿实。皇兄，臣弟冤枉，不过是臣弟与侧妃之间多了几句口角，沈二姑娘误会了，崔思音又借题发挥，怎能因此便定臣弟的罪？若只是口角，王府为何闭门留客？若只是误会，屋中为何香气异常？门外为何有人把守？若只是家事，又为何侧妃病中急着送客？把香撤了，把人都带出去。今日这案子若查不明白，朕先治你一个败坏皇室名声之罪。你是故意的，故意拖着不彻底翻脸，故意等他把手伸得再长一些，故意把这局从暖阁里拖到能见人的地方。你知道，只要局够大，他就再难拿一句误会压下去。若只在内宅里算，我和文秀谁都赢不了。王爷想要什么，别人只会说他是酒后失分寸。侧妃若想护我，最后担罪的还是他。既如此，不如把门砸开，把天捅下来。你知道这有多险吗？知道。可总得有人先把局做大。下回再赌这种局，先告诉我。好。
二少夫人，这就是二房如今的规矩。正经新曹进门，一个妾倒先站在廊下迎人了。先进去吧，别在院里站着丢人。把账册拿来我看看。少夫人刚进门，这会儿就看账，不看清楚，往后怎么知道这府里该是谁说了算？阿姐，惠王那种人还能活多久？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，那种东西多活一日都嫌碍眼。活多久不是你该操心的，是别再像从前那样只顾着嘴上快。真到姐姐要你出力的时候，你得撑得住。我撑得住。那圆回亲王府没邻里见的仓促，这回海棠园摆小宴，总该叫朋友们好好坐一坐。多谢。你这海棠居倒比王府设宴还叫人舒坦。王府要讲排场，我这里只求大家坐着松快。你瞧他去做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崔大人今日这是开屏来了。我还当崔兄只认黑白，原来家里也有人肯替你费这样的心思。夫人为我置办的，不穿浪费。听说你快及笄了，回头我可要来看你带簪子。你别吓他，他若真被你看怕了，及笄那日都不敢抬头。那也未必，姑娘家及笄哪有不高兴的？等她及笄过后，咱们的婚期也该更近了。好端端的，当着这么多人说这个做什么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看这个字拆出来才对。原来如此，要不要试试？我就说今日没开的巧，灯也挂的巧。你说，崔家是来给哪位姑娘说亲？自然是给府上大公子。崔家嫡女愿意嫁给子珍？像做梦一样。那你想不想答应？我想亲口问一问他。崔姑娘，许公子，我母亲说，崔家愿意议亲，我有些不敢信。为何不信？因为我知道旁人看我先看见什么。你若只是灯下生了几分好奇，我不愿拿一门亲事来困你。若我不愿，元宵那晚就不会站在你身边看那盏灯了。不是一时起意，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。可我若只看那些，最初就不会同你说话。许公子，我不是一时起意。那我便当真了。你早该当真。许公子，我替我家姑娘问个最实在的，你这腿伤影响子孙后代吗？云燕，姑娘，这不是正事儿吗？我不同意，许家那是什么门第？许子珍腿脚又不好，希儿是国公府姑娘，凭什么往那样的人家送？你如今倒记得她是你女儿了。婚姻大事，自然该由亲娘做主。亲娘，你也配提这2个字？当年你嫌她是个女胎，先后灌了2副打胎药，没打下来，便成天咒她不该活。生下来后，你不肯给她吃奶，奶娘一时没看住，你就把孩子往门外一扔。若不是有人发现的快，心儿早没命了。母亲，就是何必拿出来说？哼，我不说，你当没人记得。你今日敢为他婚事撒泼，不过是见他如今有了用处。真要论疼他，你配吗？祖母说的是真的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你从来都不想我生下来，是不是？是又如何？你一个没用的东西，如今为了个瘸子也要来逼我！滚回去清醒清醒！心儿的婚事，轮不到你再作践。嫂嫂，我原先总记着她偶尔对我笑的样子，可原来
原来他连我出生都不愿意。今日看清，总比一辈子被他拽着强。以后我不替他找借口了。从二房那边截下来的，是大夫人写给宋瑞广的。他倒还不死心。若这封信断在我们手里，二房顶多再慌一阵；可若让人信经，让该看见的人自己看见，分量就不一样了。放线，让宋瑞广来，到时候不必我们多说，父亲自然会自己判断。好，信照旧送出去，路也给他留。他既急着给玉宸铺路，那就让他自己把这条路走塌。心儿今日算是彻底醒了。你接住他，他便不会再回头。本宫正等你呢。嘉玉这门亲事，皇上已经点了头。长公主的女儿出嫁，总不能寒酸了去。你先替本宫看看，还有哪处不妥？嘉玉向来娇气，嫁过去也得风风光光的。只是长公主那边还存着一点顾虑。是因为许家的事？娘娘，长公主府传来消息，长公主落水了。怎么回事？只说事发突然，嘉玉郡主也被牵扯在里头，公主府那边也乱起来了。嫂嫂，嘉玉那边是不是出事了？那我留下。若她回来，总不能叫她一个人扛着。你今日怎么忽然想起请我来这里？春水正好，难得清静。他若不是请你，我还没这个口福。你别只顾着疑神疑水，先看看这处景，整座京城都挑不出第二个。你少装模作样，你今儿过来，分明也是来凑热闹的。热闹？你腿脚快，替我看看楼下都来了什么人，若有稀奇的，回来告诉我。还真有热闹。别急，再等等。表哥，玉宸不能就这么毁了，银子你先替我垫上，等他起付了，我总有法子还你。我何时说过不帮你们母子？你莫急，东西都在这里。李曼，这是什么？不过是表妹手头紧，我借她周转。周转什么？给玉宸捐官？你还嫌这个家丢的人不够多吗？我原还当今日要看的是别的，谁知竟翻出这么个把柄。这比撞破私事还疼。私德归私德，捐官却是要命的把柄。母亲，你快去求长嫂，求她把方便成请来。玉颜烧成这样，拖不得了。方大夫不是二房想用就能用的人。你丈夫都成这样了，你还顾什么体面？正因为他成这样，我才知道什么能求，什么不能求。母亲今日这场祸，谁也不能再替您受。如今知道着急了，早做什么去了？别折腾了，人先救过来，账日后再算。你是媳妇，不是给二房旧账填坑的人，能守住的边界就给我守住。府里的规矩，若人人都拿哭闹去冲，早乱了。是。国公爷，今日春江楼是误会，我那些银子原是先借给表妹周转。借条呢？这次出门匆忙，没带在身上。宋表叔既说是借银，总该有借条。有借条的，只是表哥忘带了。既有，为何忘带？还是说这银子原就不是能摊在明面上的来路？世子这话说重了。重不重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既拿不出借条，今夜便先回去。往后若再有半句不实，你自己掂量后果。我把他熏熟了，姐。若有半点不对，你就给我传信。放心，我既回来，就不是来送死的。你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你肯回来，本王心里总算踏实了。王爷心安就好，
我刚从王妃屋里出来，想着今夜便去苗姑娘那边坐坐。她如今得王爷看重，想来医术也稳。若我这身子夜里再有不适，也省得惊动旁人。再说了，我既回了王府，总得让人知道我今夜宿在哪儿，见过谁，说过什么，免得哪日真出了事，外配连个问的人都没有。你想的周到，妾身总得替自己想周到些。王爷，徐子珍的腿伤拖不了，我今日亲自上门，不是来听推辞的。郡主何必急？苗姑娘这几日忙着做什么？是替王府看病，还是只替王爷一个人看病？许家求医是正事，王爷既看重苗姑娘的医术，总不至于连出一趟诊都舍不得吧？既如此，便让苗姑娘走一趟。难怪你先前让我别把这里想得太好，看清了，以后才知道该怎么防。这门亲事不能应。鞠公子，这是何意？柯思年风流成性，外头欠下的风流债厚的能装一箱，他配不上赵姑娘。你说不能应就不能应，总得有凭据。有，你要什么凭据？我去给你找。奴婢本以为只是几桩风流案，谁知越查越多。柯思年这些年在外头沾过的人和事，真要一条条念，只怕念到天亮都念不完。还不止这些，柯家和庆王那边也有牵扯。眼下未必能立刻做事，但这门婚事已不是单看柯思年风流不风流那么简单。宫中的银子你伸手，府里的孩子你偏心，连主母该守的规矩你都当成了摆设。到了这一步，你还想要体面？这账我不是今日才查，你从前仗着我给你留脸，一回回糊弄过去。真当国公府是你一人的银罐子，南山寺那条路，今日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人我会让人送去南山寺，对外头只说他去静修，脸面我替他留到这一步。至于府里的事，不能再乱下去。海棠居你管得住，国公府你也接过去。从今日起，人、账、钥匙都归你。祖母信我。我如今若还不信能把府里辅政的人，难道还去信一个把府中掏空的蠢货？那孙妻便接下了。从今以后，正院内外、库房出入、各处账册都先过长房的手。长嫂长家本就是应当的，我只守好二房那一摊子事，不给长嫂添乱。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长嫂尽管吩咐。二弟妹守住自己的位置，便是帮我。这个是守库房的，这个管采买，这个跟过旧主子10几年。原来你是16岁进的府，在李曼身边待了这么久，怪不得旁的本事不见长，替人遮账倒学的熟。大少奶奶，奴婢不敢。不敢，我今日也不发落你。账还没清完，人也没认完，你急什么？我如今在你跟前，竟还不如一本账讨你喜欢。世子这是来同账册争宠？争不过，可再争不过，也不能真让你一个人熬着。掌国公府不是小事，有难处就开口。海棠居和国公府原本就是两头，如今我要接整府的事儿，再隔着一道墙，传句话都费劲。那就打通。你舍得？我巴不得，省得我回自己屋。还得先问一声，今日能不能见着掌家夫人？东边库房钥匙已经收齐了，旧账分作3摞，哪一处先查，少夫人都排下去了。昨夜认过一轮人，
今日再有谁敢糊弄，怕是连午饭都吃不安分。作罢，国公府交到你手里，我如今才算放心。出了那样的事儿，外头难免有闲话。我今日来也不是为了生事，只是想问一句，这门婚事崔家可还作数？许公子伤的是腿，不是品行。许家若不退，崔家自然不会退。婚书是我点头应下的，忍我也认。许公子今日伤了腿，难道我就该转身躲开？那我成什么人了？王爷今日倒是会待人。说来也是巧，许家的婚事前些日子闹得热闹，如今听说许子珍腿上有伤，这样的情形，崔家这门亲事还成不成啊？坐着，可他们要的就是你下场，你一争，便显得崔家真慌了。守住自己，比争回2句嘴更要紧。今日多谢大嫂，若不是海棠君和大嫂一再周旋，我这门婚事，怕是早被旁人拿去当笑料了。婚事能不能成，从来不看旁人的嘴，只看你们自己撑不撑得住。赵姑娘，前头人多，我还怕没机会同你说话。你我婚事若定下，往后……谁同你有往后？柯公子，你还是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这门亲事，谁爱要谁要，我死也不要。上家，赵姑娘，我知你是误会我了，那些传言都不作数，我待你是真心。让开。你这张嘴，若真有半句值钱，也不至于把人诬陷的，连车帘都不想掀。与你何干？他嫌你烦，就与我有关。柯公子有这功夫堵姑娘家的车，不如先想想自己那副皮囊底下烂的到底还有多少层。他说的还算客气，你若还要脸，就别再往我跟前凑。他们一个拿后宅丑事当体面，一个拿旁人婚事当戏看，真当谁都能由着他们踩。他们越是这样，越说明还会再来。寿宴那一日，他若还不收手，就别坏人界宫里的规矩，教他做人。沈灵心，本王断了一根手指，这笔账你不会真当过去了？今日是寿宴，本王也不想闹得太难看。你若识趣，今夜陪我一晚，这旧账本王还能当没发生过。王爷既这样说，不如先喝口茶，泄泄气。你做了什么？做了件早该做的事。阿浅，你先走。来人，惠王欲闯偏殿。陛下，臣妾在偏殿更衣，谁知惠王竟闯了进来。若不是宫人听见动静，只怕臣妾……把人弄醒。不是本王，是他们，是沈氏姐妹做局害我，是她给本王的茶，是她把本王引到这里来的。惠王好大的脸！寿宴之上，谁逼着你追着人家女眷跑？谁逼着你进偏殿？奴婢只见魏王一路跟着沈二姑娘过来，到了偏殿外还不肯停。贵妃娘娘本在里头，魏王像是认错了地转，抬手便要闯。认错？胡说！
本王没有，本王是被人算计了。沈静言，你敢冤枉本王？冤枉？惠王若不是自己跟到殿前，难道还有人能把你抬进来？来人，把惠王押下去。父皇，儿臣没有，儿臣是被人害的。陛下，惠王一时糊涂，求陛下从轻发落。他再怎么混账，也是您的骨肉啊！寿宴之上追逼女眷，闯贵妃偏殿，闹到众目睽睽，还敢当堂攀咬，这样的骨肉，朕丢不起这个人。吓着了。只是觉得太晚了。夫人，您劝劝世子爷吧。大理寺半个案桌都叫他搬回来了，属下如今进一趟府，比进衙门还勤。你又把什么搬回来了？不过几桩不出门也能审的旧案，你如今身边离不得人，我在府里一抬眼便能看到你，省得心慌。我只是有孕，不是纸糊的人。可我不敢赌。那你就在这儿办案，只是说好了，卷宗归卷宗，不许把气带到屋里。府里的事还要你接一接。少夫人放心，我知道轻重。如今我若再糊涂，连自己都救不回来。崔玉晨近来走动的勤，西街尾那边也有人盯着，我让人顺着那条线去查了。药堂、酒肆、送银子的手脚都有些古怪。西街尾哪一家药堂？那家门脸不大的，后门进出，白日卖药，夜里却常有人从后门进出。还有一回，崔玉晨打发人去那里订酒菜，说是给人庆贺上榜，可那几日府里并无谁值得他这样庆贺。西街尾，药堂后门3次，给宋瑞广送过银子2回，贺礼。还有一张单子，写的是贺礼。你果然还敢见他！父亲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闭嘴！西街尾、药堂、贺礼、私会，你还要骗到什么时候？带走。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不管怎么说，人是在崔家长大的，长大又如何？难道还要把这个孽障继续留在府里，等着旁人看我崔家的笑话？留在府里做个养子也未尝不可，总不能就这么赶出去。养子，母亲，他和那个奸夫同席对饮的时候，可曾想过崔家的脸面？二少夫人身子不适，恭喜老夫人，恭喜国公爷，二少夫人这是有喜了。孩子是我的，我自己养。往后这个孩子跟我姓胡，我借崔家的门为活，也认崔家给我的这份体面。可我不会再把自己绑在二房身上。等孩子稳了，我就去外头管庄子看铺面，能挣多少算多算多少，总归饿不死自己，也饿不着他。妇道人家也能活。从前我总想着靠男人，靠一个名分，靠一间院子，如今才明白，真到翻船的时候，能抓住自己的还是自己。我们和离吧。和离？为什么要和离？为什么？谁是你夫人？你当着我的面把别的姑娘当兄弟，替她花银子，替她遮脸面，出了事还先去护她。鞠金焕，你分得清谁是你夫人，谁是外人吗？我没有喜欢她，我喜欢的一直是你江小玉，算什么？她说自己是女兄弟，我便真拿她当个能说话的人。我没想过你会这么难受，是我蠢，是我混账。可南真，我从头到尾想守着的人只有你。你现在知道说这些，早做什么去了？一句女兄弟就能把你糊弄成这样？他拿你的银子，带你的东西，在外头借你的名声撑脸面，旁人看见了，丢的是谁的脸？你若真想过日子，就别再拿你的糊涂是我的底线。江小玉那点把戏，我不替你收拾，
你这辈子都未必看得明白。齐大哥，江姑娘，既然今日人齐，那便把账也一并算清楚吧。什么账？这只珠钗，这匹料子，这桌席面的银子，还有你口口声声说是自己买来送你的东西，都是谁替你付的？我与绝大哥一向说得来，不过是朋友间往来。朋友？你把别人的夫君叫得比正头娘子还亲热，拿着他的银子充体面，出了事还说自己只是女兄弟。江姑娘，你这女兄弟当得到值钱？我从没想过别的，没想过别的，就把银子还回来。今日当着众人的面把话说清，以后你是你，他是他，再别借着直爽二字，踩着别人夫妻的脸过日子。账，我来讨；东西该还的还，该折银子的折银子。以后你也不必再登举堵我菊家的门。你，还有，她是我夫人，你往后若再对她不敬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南真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往后再不犯这种蠢。你若再敢叫我替你收拾这些烂摊子，我就真走。不叫你走，以后我先替你挡。怕成这样做什么？生孩子的人是我，又不是你。正因是你，我才怕。世子爷留步，里头正忙，您进去反倒叫夫人分神。恭喜世子爷，夫人平安，小公子也平安。夫人，宫里传话说皇后娘被禁足了。禁足？怎么会突然禁足？说是徐美人死于毒害，先前赏下去的一批医料牵扯进去，皇后娘娘也被问了责。消息你知道了？长姐那边到底怎样？我进宫探过口风了，徐美人的死确实闹得大，可皇上心里未必不明白其中蹊跷。若真想动中宫，就不会只禁足半月，更不会今儿刚把话放出来，转头便松了口。所以这是敲打？是敲打，也是试探。皇上借这件事看沈家，也看皇后娘娘会不会乱。长姐只要不乱，中宫就还稳。我想进宫见见长姐。等你身子再稳一稳，我先替你盯着。只要宫里没下第二道更重的旨意，这一局就还不算输。你别站那么近，刚出月子的人，子熙又受了风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惦记我？老夫人，我方才说的话不是糊涂话。这孩子留在府里，人人看见他，想起的都不是喜事，只会想起二房那些烂账。他长大了，抬头低头都要背着旁人的指点，与其叫他在这儿受人眼色，不如从一开始就断干净。对外只说孩子福薄没留住，孩子改姓胡，记在我胡家名下。我带着他出府去管外庄，靠我自己把他养大。你才生产完，身子都没养回来，何苦急在这一时？就是要趁着现在，不是被谁赶走，再迟些，外头的闲话会更多，府里也不好张口。我不是被谁赶走，我是自己带着孩子另寻活路。老夫人若真怜惜我们母子，就成全我这一回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，留在这里，孩子一辈子都要替别人的错埋葬，出去至少还能堂堂正正姓胡，叫我一声娘。再说了，你不是早替我留了条活路吗？外庄那边总不能白收拾。你极有主意，我不拦你。孩子的事，外边我自会圆过去。只是你若在外头受了委屈，国公府的门也不是全关上的。小姨母，姐姐这回受委屈了。委屈谈不上，皇上若真疑我，就不会这么快放我出来。他是在借徐美人的死敲我，也敲沈家，更是在看着宫里谁会乱。那姐姐呢？我若乱，才真是中了别人的意。中宫做到今日，不是靠一时宠爱，眼下看着惊险，实则只是又一次把风向摆到明面上罢了。你才平安生产，不该为我跑这一趟。倒是听说胡妙芳生了，她倒是个拎得清的，
能自己替自己争一条活路，总好过等爬人发善心。世子夫人，今日请你来，不是为了百日宴上的喜酒，是想替你引个人。这位是胡娘子，外庄那边的事以后由她接手。你常年在外跑买卖，若有何事比我们熟，不妨替她的搭一搭。胡娘子若信得过我，庄子上的出货、采买、盘账，我都能帮着理一理。世子夫人肯开这个口，我自然不敢敷衍。我不求旁人白送前程，只求有个凭本事站稳的机会。若朱掌柜肯指路，我寄情；若日后合作，也按规矩来，账面上绝不含糊。胡娘子这话我爱听，做买卖最怕糊涂人。您若真有这份心，路就能走得长。如今喊你3声，你才应1声。我看你这婚后日子，倒比前阵子松快多了。你就会拿我寻开心，谁看不出来？他可没冤枉你。前阵子你还一脸苦大仇深，如今眉眼都舒展了，谁看不出来？总归他如今知道该站哪边了，再敢犯浑，我照样不饶。他借的钱到现在都没还清，巡卫所那边也待不下去了。先前仗着几分脸面横冲直撞，如今连个像样的落脚处都难找。他当初仗着旁人心软，把自己捧得太高，真摔下来时，谁还接得住他？在看什么？我是不是老了？谁跟你说的？今日出城，看见京中新人辈出，忽然觉得自己像是被岁月追上了。追上又如何？旁人是新人，你是我的夫人，何况你如今正当好看，哪里就老了？谁送来的？我今夜去看过你的孩子，睡得很甜甜。他是想逼你去见他。地点呢？沈家后花园。我得去。去，但不是你一个人去。他故意提孩子，是要你慌。你若慌了，就正中他的下怀。到了地方，先听他说，我会跟着。他若真发疯，那他今夜就该把命留在那里。你只记着一件事，别离我太远。你果然来了，我就知道，只要提起那个孩子，你一定会来。你拿孩子威胁我，就这点本事？你还是和从前一样，明明一开始沈家挑中的就是我，若婚约没有变，若你没有嫁给他，现在站在你身边的人，本该是我。本该？你也配提本该？为什么不配？若不是他横插一手，若不是你变了心，事情怎么会走到今天？你本来就是我的，是他抢走了你！闭嘴！我是你长嫂。长嫂，若不是你们一步步把我逼到今天，我何至于落到这地步？逼你是你自己贪心不足，是你自己心术不正。你算计婚约，算计名声，算计旁人的命，到头来还要怪别人不肯陪你下地狱。崔玉妍，你疯得真难看。你闻到了？这里头外头我都做了安排，你不是不肯跟我走吗？那谁也别想安生离开，到了最后，就没人再把你从我身边带走了。你果然只会这些下作手段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以为我会让他一个人来见你？院墙外的火油桶已经被吴卓找到了，你今晚费尽心思摆的局，到这儿就算完了。爷，外墙一排木桶，全是火油，已经围住了。完了，谁做完了？林夕，王佑，小门那边火势还没合上。伤着没有？没事了。旧账查到今日，也该有个了断了。崔家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，再捂不住了。恭贺国公爷，恭贺国公夫人。以后不会再有人拿那段旧事来碰你了。都过去了。皇上不是不想立二皇子，
是不敢立。外头说来说去，不过都是拿资历、拿名分做文章。可真正让皇上迟疑的，从来不是二皇子，而是我们。相府在前，国公府在后，再加上中宫这些年的经营，若太子还是皇后所出，今后朝中最稳的那根线就全拢到一处去了。皇上顾忌的就是这个。可再顾忌，也不能把东宫一直悬着。长姐和二皇子这些年走到今日，难道就为了让旁人继续觊觎？所以这一步不能再退了。太子之位本该就是二皇子。小姨母，太子殿下今日这一身，倒真不一样了。是母后教的严。如今你该安心了，位置总算落下来了。越凶险落下来，不代表就此太平。越是落到了明处，往后的路越凶险。姐姐是说德妃和大皇子那边？也不止他们。东宫既定，盯着这个位置的人只会更多。皇上今日能立太子，明天也会更防着我，防着沈家，防着国公府。可再凶险，也得往前走。何况有些位置若不自己站稳，就总有人想把你挤下去。那就站稳。姐姐守中宫，我守府外，能替你挡的，我和司印都不会退。我知道。我从前只知道你们在外头会谈事，没想到到了考驾前，也是一群谁都不服谁的主。你别说，菊金焕方才要抢七常的夹子，结果把自己袖口先撂着了。若不是戚大人眼疾手快，今日这顿饭还没吃上，先得救人。你瞧见没有？我离京这些年，他在外头大约也是这么逞能的。你们尽管说笑，待会儿肉烤糊了，可别怪我。你若再说话，这一面就真要糊了。你可算来了。菊文秀一回来就问你，说再见不着你，他这趟回京都不算圆满。这话我可没说的这么肉麻。他原话分明是，若沈灵心不来，他便把七重也拎回去，不陪我们吃这一顿了。我就知道你们都在这儿。我来晚了，你们可别罚我。罚什么罚？快坐。再晚些，那边几位大人把肉全烤黑了，我们可就真只能喝茶充饥了。看什么看得这样出神？看我们总算都走到了这一天，往后还会有很多这样的时候。